从未见过如此荒诞的一场婚礼。结婚现场，新郎新娘不但没有互诉衷肠，反倒各自和伴娘、伴郎各种热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故事还得从吉姆这个可怜的老父亲说起。他的妻子去世多年，只剩他和他的女儿珍妮相依为命，这就使得他俩的感情非常好，以至于现在女儿长大了，说自己准备和男友奥利弗结婚，他顿时就感觉天塌了。珍妮和奥利弗目瞪口呆，可吉姆却说自己啥事没有，只是觉得他俩结婚结得太早了。珍妮非常无语，毕竟他爸他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而且他和奥利弗完全可以在家附近找个房子，又不是马上要让他爸退出自己的生活。于是听到这儿，吉姆终于支棱起来了，立马跟女儿道歉，说自己反应过激，完事便准备接纳奥利弗，操持起他们的婚礼。珍妮也马上表示自己想在爸妈结婚的地方办婚礼，这就把吉姆高兴坏了，立刻打了个电话给棕榈之家的老板斯嘉丽，说他想帮女儿在这儿预定婚礼场地。斯嘉丽果断应下，因为跟吉姆关系很好，甚至都没想收他的定金。但让人意外的是，斯嘉丽登记用的那支笔居然碰巧没墨了，而他刚准备去找支笔来，就突发意外不幸去世。同一时间，马格特这个工作狂的妹妹内弗也准备和男友迪克逊结婚。马格特为此非常开心，毕竟他和家里人的关系非常差劲，内弗就是他的唯一。然而他俩的妈妈很不满意迪克逊这个未来女婿，觉得他就是个跳脱衣舞的小垃圾，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女儿。好在马格特非常信任自己妹妹的眼光，还很清楚迪克逊除去是一个舞者，以前还是国民警卫队的战地医生，于是他当即表示自己肯定会支持内弗，要给内弗策划一场相当难忘的婚礼。You're my baby sister, always in your corner, forever. 而好巧不巧，马格特他们竟然也想定在棕榈之家，且日期还跟吉姆他们是同一天，所以这个只能举办一场婚礼的小场地，在同一天迎来了截然不同且互不相识的两拨人。重要的是斯嘉丽死了，吉姆又没有付定金，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自己预定了场地。尽管如此，吉姆依旧没有放弃，最后竟还真让他有了重大发现。他用铅笔往预定本上一描，成功让自己的预定信息显现了出来。Right there. Ginny Caldwell where? 见此情景，新任老板莱斯利慌了，他竭尽全力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这个小岛面积实在有限，根本没那么场地可以提供给两拨人。马格特不想理会这些，毕竟不管什么情况，事实就是预定簿上留有他的预定信息，且他还付了定金。So the place is legally yours. 听到这里，吉姆憋不住了，当即表示如果婚礼当天自己的宝贝女儿当不了新娘，自己绝对会搞事情。这气马格特可受不了，立刻回怼一句：有本事你就试试，我绝对会打断你的手。就这样，两人直接吵了起来。吉姆气得不行，但鉴于马格特付了定金，而他没有，所以最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板把场地钥匙交到了马格特手里。事后，吉姆把这事告诉给了珍妮，两人因此吵了起来。但他俩也是奇葩，明明都吵到天崩地裂了，结果一转头还不到3秒钟，又立刻和好如初了，看得一旁的闺蜜团都颇为震惊，忍不住吐槽。This has been an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 很快夜幕降临，吉姆找到马格特，主动向他道了歉，这使得马格特非常不好意思。在得知吉姆的女儿想在棕榈之家办婚礼，是因为吉姆和他去世的老婆当初是在这儿结婚的，马格特瞬间有些感动，决定和妹妹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分一半的场地给吉姆。对此内弗欣然应允，马格特也立刻跟吉姆约定，彩排的时候自己在农舍里头，他们在农舍外头，而要到码头举行仪式时，则是他们在日落的前半段，自己在日落的后半段。这让吉姆非常高兴，可马格特却仍旧憋着一口气，因为就在刚刚，他突然得知自己的宝贝妹妹怀孕了。为了避免他们老妈的叨叨叨，他们必须守护好这个秘密。不过让人惊讶的是，马格特除了和妹妹，和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都很差，甚至根本记不住自己侄女叫什么。I do. What is it? Theodore. It's Taco. 次日婚礼彩排开始了，吉姆他们在农舍外面玩得风生水起，而马格特他们却相当紧绷。没办法，马格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些自己讨厌的家人相处。内弗则非常担心迪克逊会和他的伴郎们跳舞时搞事，因为他们总是跳着跳着就控制不住地做出一些挑逗性动作。但这也不是内弗这个孕妇搁这儿喝酒的理由啊！马格特害怕会闹出什么麻烦，立刻就把内弗杯子里的酒全给喝了。结果他刚把酒喝完，外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下完犊子了。吉姆他们只能紧急带着那些重要设备向农舍内部冲去，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差一点点马格特就翻了脸。可没办法，吉姆实在太会搞气氛了，进屋后直接就是一波诚恳道歉加劲歌热舞，弄得马格特他们根本不好摆脸色。而完事后，吉姆又开始致辞，向大伙表达自己对女儿的真切爱意，而且他居然还明确说出了马格特一家所有成员的姓名。马格特非常震惊，而紧接着吉姆居然又和女儿珍妮来了一场亲情现场，那架势简直是自己的主场啊！马格特白眼都差点翻到天上去了，于是他憋不住了，立刻站起来想要给内弗致辞。内弗拼命阻止，毕竟他一眼看出来自己老姐现在喝醉了，可马格特火力十足，他根本拦不下。
结果意外就此发生，马格特居然当众说起了自己的情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他曾和谁上过床、睡过觉。吉姆也惊讶坏了，冲上去就想把他给请下台，结果马格特力气实在太大，吉姆根本扯不动。马格特甚至还意外打伤了珍妮的眼睛。尽管如此，珍妮还是一点都不讨厌马格特，反倒觉得他很有意思，想跟他成为朋友。马格特迷糊中表示理解，却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把珍妮伤得那么严重。一旁的吉姆看到女儿婚礼上受伤，心疼的他又开始对马格特有意见了。当然这还不至于让他爆发，然而紧接着他居然恰好听见马格特在背后说他和女儿的坏话。原来之前吉姆和珍妮合唱的那首歌和性有关，马格特觉得很不对劲，甚至认为有种父女乱伦的感觉。再加上吉姆给珍妮卷的那个发型，他认为简直是把自己的宝贝打扮成了街头妓女。就这样吉姆黑化了。在仪式举行当天，他开始各种拖时间，为的就是让马格特他们错过日落，只能在黑夜里举行仪式。吉姆甚至还故意让人在仪式举行期间开着游艇在马格特见了马格特他们伸手，而吉姆自己也没有想到那个竟然在游艇就直接垮了。吉姆终于意识到自己玩大发了，赶紧跟马格特道歉，说自己只是听见马格特说自己女儿的坏话，所以有些生气，但绝对没想到把事情闹得那么大。而且他也是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和马格特非常相像，都想给自己最重要的人一个非常完美的婚礼，因为他们都害怕那人结婚后会抛下自己，整个世界只剩自己一个人。马格特淡定接受，转头却直接气疯了。He literally admitted it straight. That is why we're gonna go chaos monkey on his ass. 马格特和内弗三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准备搞事情还以颜色。他们的计划也非常简单明了，安排三人去分散吉姆的注意，剩下那个则装扮成斑马模样去婚宴现场搞氛围，然后找机会把吉姆的宝贝蛋糕给毁了。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当婚礼蛋糕倒地，吉姆差点崩溃，而马格特他们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意外引发一场小火灾，差点把珍妮的脸给烧伤。好在珍妮并无大碍，所以马格特他们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四人之后互诉衷肠，说起了彼此的故事，这让他们的关系一下拉近了不少。而紧接着，他们居然有了一个宇宙级的大发现。Oh my god, is that the groom from the other wedding making out with one of her brides? 这能忍！马格特立刻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珍妮，途中却被吉姆拦住了去路。当从马格特口中得知，他们刚刚看见奥利弗在和一个伴娘偷偷亲热，吉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马格特肯定是想用这种诡计破坏自己宝贝女儿的婚礼。马格特气得不轻，当即就选择了离开。可紧接着，吉姆居然就从奥利弗那里得知，原来珍妮根本没想在婚后把家搬得离自己近一点，她打算为了自己的工作搬去另一座城市，这让吉姆无法接受，于是他也准备搞事情，拆散这对小情侣。吉姆赶紧告诉女儿，奥利弗出轨了，为了提高这事的真实性，还说是自己亲眼的。珍妮目瞪口呆，却还是不敢相信奥利弗会背叛自己。等她再三从吉姆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珍妮终于心如死灰，直接暂停了这场婚礼，还当众丢下了一个重磅炸弹。You made out with one of the bridesmaids. Who was it? 奥利弗赶紧否认，声称自己绝对没有这么做。然而珍妮现在却只想知道自己的闺蜜团中究竟是谁背叛了自己，因此她开大了，为了逼问出一个结果，竟然开始强吻伴郎团。奥利弗破防了，也随便找了个伴娘就亲了起来。珍妮崩溃了，完全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而更造孽的是，下一秒就有一个穿着跟奥利弗一模一样的伴郎和一个伴娘嬉闹着走进了宴会厅。没有错，马格特他们纯属是看错了人，刚刚在一起亲热的其实是这对小情侣。珍妮忽然感觉自己简直就像一个笑话，马不停蹄就离开了宴会厅。吉姆见状火速跟上去，想要跟珍妮解释，结果珍妮知道这事其实是马格特认错了人，竟愈发对吉姆感到失望，觉得他怎么都不该欺骗自己。When were you gonna tell me that you guys were moving to Memphis? You've been lying to me too. 就这样，父女俩大吵一架。珍妮觉得吉姆应该多为自己想想，别满脑子都是把自己困在身边，毕竟把爸爸的幸福寄托在自己身上，这日子真的不好过。于是听到这里，吉姆赶紧低头示弱，看珍妮转身想走，甚至还装出了一副心脏病发作的样子。珍妮因此急得不行，立刻让奥利弗打急救电话。谁料这话一出，吉姆立马就支棱了起来，这不妥妥的装病骗人吗？珍妮接受无能，火速离开了棕榈之家。吉姆急忙去追，却终究因为伴郎伴娘的阻拦慢了一步，这就没办法了。吉姆直接朝游艇扑了过去，只可惜他还是没能顺利上船，而且在他的不远处还惊现了一只超级大鳄鱼。另一边，内弗和迪克逊也准备把两人有爱情结晶的事告诉自己的亲人朋友。马格特极力劝阻，觉得他们肯定会被狠批一顿，结果大家伙竟全都是各种尊重和祝福，这让马格特非常震惊。但不得不说，家里人能够接受，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就这样，内弗和迪克逊在大伙的恭贺声里交换了戒指，整个宴会厅的氛围也那叫一个温暖。
舒畅。然而就在这时，狼狈不堪的吉姆杀了出来，他二话不说便把马格特一顿怒怼，还直接丢给马格特一句 Look, the point is, after this weekend, you're gonna be just like me, all alone. 这话给马格特伤得不轻，于是他竟开始用刺来保护自己，一言不合就跟自己老妈吵了起来，还爆出很多自己兄弟姐妹的小秘密，用来攻击他的老母亲，这使得他一下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他彻底崩溃了，离开前只丢下一句：自己和在亲人在一起的时刻，是自己最孤独的时刻。就这样，马格特独自回到房间。What the fuck？ 马格特被吓得不轻，他怎么都没想到吉姆竟然会抱着一只鳄鱼躺在自己的床上。吉姆表示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他本来是想用这只鳄鱼吓马格特，却用力过猛，不小心把这只鳄鱼摔死了。马格特非常无语，他也一眼看出这只鳄鱼根本没死。果不其然，下一秒鳄鱼就在吉姆怀里挣扎起来。为免事情闹大，吉姆立刻让马格特打开窗户，配合自己把鳄鱼丢到外面。谁料那只鳄鱼挣扎得特别猛，马格特稍不留神就被他给咬伤了。马格特立刻就不行了，吉姆被吓得不轻，赶紧跑回宴会厅叫内府他们帮忙。 Please, stop! Yes! I need your help. Your sister's badly hurt. 于是曾做过医生的迪克逊立马向马格特的房间冲去，还当即就想给他静脉输血。内服当然是义不容辞要献血，马格特感动的不行，次日还向自己老妈道了歉。结果他妈居然把所有事摊开，跟他好好聊了一通。也是在这一刻，马格特才知道，原来自己老妈其实很爱自己，就像自己很爱内服一样，大家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沟通。 For saying I love you too. Go. 就这样，马格特和家人的矛盾彻底解决了，但吉姆那边却仍旧是一团乱麻。因为就在刚刚，珍妮他们居然在网上发布了准备取消婚礼的消息，吉姆非常懊恼。好在马格特众人的鼓励给了吉姆很大的力量，吉姆马不停蹄便向珍妮家赶去。结果一时半会儿，他居然连个电梯都很难进去。 Jesus, don't you guys have jobs? No, the economy's terrible. 吉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突破伴郎伴娘的阻拦，成功闯进了珍妮家。他告诉珍妮，自己弄出这么多幺蛾子绝对不是故意的。他非常喜欢珍妮，根本舍不得珍妮难过，而且他会跟珍妮合唱那首跟性有关的歌曲，也是有原因的。那首歌是他和妻子经常唱给小时候的珍妮听的，能帮助珍妮入睡。珍妮终于有点憋不住了，结果下一秒，吉姆又把妻子去世以后，自己和两个寡妇玩三人行的事说了出来。 You know, I think we found the line of the things we need to be. 只能说真诚真的是王炸。就这样，父女俩的矛盾化解了。而珍妮和奥利弗虽然取消了婚约，却并没有打算分手，因为他俩仍旧相爱，并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他俩现在其实并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随后，珍妮还告诉马格特，自己的父亲吉姆应该是喜欢上了他，这让马格特震惊中难以相信。珍妮却直接摆出了证据，吉姆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经常会笑得让人发颤。 That's his I like you look? 马格特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但非常凑巧的是，他其实也对吉姆抱有好感。于是没多久，他们就顺利走到了一起。内服的孩子顺利出生后，两家人还凑在一起拍了一张相当圆满的全家福。而紧接着，吉姆就向马格特求婚，马格特却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不过，那并不是因为他不爱吉姆，而是他讨厌婚礼，想要跟吉姆一起私奔。果然，要玩就应该玩大一点了。热情邀约这部电影通过2场撞期的婚礼，讨论了个人成长与身份认同这个话题。全片在用一种非常轻松幽默的方式去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婚礼筹备过程中的各种意外冲突为线索，构建起了整个叙事框架。叙事节奏也把握得比较得当，可以说是既有紧张刺激的冲突场景与各种笑点，又有温暖舒心的情感交流。对于那些想要在繁忙的生活中寻找轻松娱乐的人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观影选择。